小雨，今天是儿子的订婚宴，儿媳妇虽然是个哑巴，但是我能够听到她的心声。这个呀，是妈特地给你定制的金镯子。以后啊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这双鞋太不合脚了，要是婆婆能帮我把婚鞋找到，早点换上就好了。小雨，今天是你的大好日子，那些王八羔子可不敢闹新娘。谢谢妈，我先去帮你找鞋啊。来。好啊！你竟然在新娘的鞋里放图钉！图钉？哦，我没有啊，是小雨让我帮忙找鞋子的。我刚刚都看到了，你突然跑过去替新娘子找什么鞋？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呀？好啊，你个恶婆婆！你竟然用这么歹毒的方式给新娘下马威！不是，我真的没有。刚才小雨说她鞋子不合脚，我才去帮忙找鞋的。小雨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妈，你又做什么妖呢？今天是我的好日子，你想毁了我的订婚宴吗？不是，儿子，你听我解释，你要相信我啊！小雨，是不是刚才鞋子不合脚，你让我帮忙拿鞋的，是不是啊？你们别怪婆婆了。妈，你还逼小雨？当着我们的面不敢这样对待新娘子，这背地里还指不定怎么着呢。就是啊，我们小雨她还怀着孕呢，你竟然就这么对她，也太不是人了吧？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是啊，你这怎么这样啊？要是婆婆能把彩礼拿来就好了，我就能证明婆婆没有虐待我吗？对呀，彩礼箱。妈去帮你拿彩礼箱啊。哎呀，伯母，您这是要当着大家的面给彩礼啊？天哪，王翠芬，你竟然欺负哑巴儿媳，拿白纸冒充彩礼啊！你这是骗婚呀！我看是欺负儿媳妇未婚先孕，趁机用彩礼拿捏她。大家不要怪婆婆了，说不定婆婆有什么苦衷呢。当着订婚宴上这么多人的面，你竟然敢拿白纸冒充现金！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想等到小雨跟你们离婚之后，实打实还你们70万的吧？妈，你把小雨的彩礼弄到哪里了？不会是私吞了吧？我没有啊，没良心的东西，就是欺负新娘子是个哑巴。这种人不得好死！我的药，我的药。这样！哎呀，这个坏蛋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阿姨，你跟你儿媳妇关系真好，真少见。是啊，林小雨是孤儿，我阿姨待她跟亲生女儿一样。他们这婆媳关系，这是订婚宴开始前，我重生了。这双鞋太不合脚了，要是婆婆能帮我把婚鞋找到，早点换上就好了。小雨，我跟你情同母女，你为什么又心生害我？既然我重生了，就一定不能再重蹈覆辙。韩总，您能赏脸到我的订婚宴，前世嘉豪看我被害无动于衷，既然如此，别让他切身体会我刀出两柱。他很看重这次合作，如果搞砸了，一定会闹脾气。这样我还怎么去迎接老板？妈，你那儿有没有带备用衣服啊？
没有啊，都在家里呢。那就赶紧回去拿，领导马上就到了。啊，好。这双鞋太不合脚了，要是婆婆能帮我把婚鞋找到，早点换上就好了。小雨，你急啥呀？你看看嘉豪现在，得赶紧回去换衣服啊。小雨，你到底有什么事儿？我马上穿上这身脏衣服见到领导，项目黄了怎么办？你赶紧说。这个鞋子挤脚，能不能帮我找一下婚鞋？小雨，我们先回去换衣服，回来就给你找啊。哎呀，不就是婚鞋挤脚，你坚持一下，我着急的很，等我回来再说。嘉豪，你怎么能这么凶你媳妇儿呢？小雨，你别急啊，咱们给你找鞋子。行了行了，快点，别耽误时间。哎呀，我这老眼昏花的。妈，你能不能快点，我赶时间呀！哎呀，我都一大把年纪了，眼神不好使啊。这不就好了吗？哦，小雨，一双破婚鞋等半天。好了妈，你赶紧去拿备用衣服，我急着呢。你竟然在新娘的鞋里放图钉！王阿姨啊，今天可是嘉豪和小雨的订婚宴，你为了给新娘下马威，竟然不惜在小雨的婚鞋里面动手脚。他怎么一口咬定是我？难道他也参与了陷害我？嘉豪，你就算再怎么不耐烦，你也不能对你老婆这样啊！在她鞋里放图钉。妈，这小雨非要找婚鞋，我才帮她找的呀！我怎么知道鞋里有图钉啊？不是嘉豪放的，不是嘉豪放的，这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啊，我都看见了，你对自己老婆一副不耐烦的样子，你不会看她肚子是圆的，觉得她怀的是个女孩，故意想让她流产的吧？很有可能啊，新娘都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了，竟然嫁给你这样的人。你们胡说什么呢？她是我老婆，我怎么能害她呢？就是啊，嘉豪，就算你的项目再怎么要紧，你也不能这么对小雨啊！林小雨，你快跟大家解释呀，这图钉不是我放的啊！快！周家豪，你当着我们的面都敢这样对待小雨？不是这样的，嘉豪他没有。快看啊，这里有个死渣男，居然在订婚宴上对怀孕的老婆动手。果然，刀不用在自己身上。我不是这样的，不知道的，现在推理。嘉豪，你怎么变得这么无理取闹啊？自己做错事情，难不成你想说小雨来陷害你啊？对，就是他陷害我。李小雨，为什么要陷害我呀？啊！周家豪，你看着仪表堂堂的样子，竟然是一个衣冠禽兽。是啊，你们这样的人家，对于林小雨来说简直就是狼窝，不如把孩子打掉退婚了。我的好儿子，现在知道百口莫辩的滋味了。不是，我就是不小心。少爷，你快跟大家解释，我是你老公，能害你吗？啊！说话就说话，别动手啊！不是订婚宴吗？这里发生了什么？他在新娘的鞋子里面放图钉，还差点殴打新娘，害得新娘差点流产。什么？周家豪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你们这个项目的投资，我还需要慎重考虑。哎，韩总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你也了解我，我根本就不是这种人的。公司非常看重这个项目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韩总，妈，你快去给嘉豪领导追回来啊！快去给嘉豪作证，他没有打我。小雨，你别害怕啊，有妈在，嘉豪他不会再欺负你的。不是，婆婆，你快去给嘉豪作证吧，他正在事业上升期啊！啊，我知道了，小雨，你是不是担心肚子里的孩子啊？啊，别怕，妈会好好保护他们的。哎，小雨，小雨，哎，小雨。
小雨，你别怕啊，有我在。嘉豪那个混小子啊，不会再敢欺负你的。阿姨啊，您看，嘉豪和小雨他们俩好歹是夫妻一场，小雨还怀着嘉豪的孩子呢。我看这个事情啊，8成就是个误会。您还是帮忙解释一下吧。刚才那个事情，大家可是都看到了，就是嘉豪在欺负小雨。我现在要是跟大家解释的话，那不是欲盖弥彰吗？虽然说小雨她是我儿媳，但是我们也是情同母女啊。放心啊，各位，我是一定不会包庇嘉豪的。嘉豪从来没有欺负过我，如果婆婆能把彩礼拿出来，一定能替嘉豪洗清冤屈。王阿姨，我听说你们家可是给了小雨70万彩礼的，给了这么多彩礼，怎么会欺负她呢？您拿出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你这么说，人家还以为小雨是惦记我们家钱呢。怎么会呢？那至少能证明你们家没有欺负小雨啊。王阿姨，你看小雨跟嘉豪感情这么好，他们俩以后也是要好好过日子的。是啊，婆婆，拿出彩礼就可以帮到嘉豪了。没想到重来一次，小雨还是想害我。好，嘉豪啊，你先去帮小雨包扎一下吧，我去拿彩礼。这一次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。这是什么？王阿姨，把彩礼箱给我吧。陈小姐，这个是我们家给小雨的彩礼，还是让我亲手交给她吧。小雨她不是去包扎了吗？我是她的伴娘，给我也是一样的。那就等嘉豪和小雨回来，我再给她吧。王阿姨，小雨是因为你儿子给她穿了带钉子的鞋，所以才去包扎的。你在这装什么傻呀？陈小姐，你刚才可是一直帮着小雨说话的，难不成现在不想让我把这个彩礼箱交给小雨吗？我怎么会呢？倒是你啊，王阿姨，你要是再在这里拖延时间的话，嘉豪那边的项目马上就要黄了。对呀，这彩礼谁看不是看呀？快打开看吧。嘉豪还等着这些彩礼的作证呢。王阿姨，你就别再磨蹭了，赶紧给我。好啊，既然陈小姐这么坚持，那就交给你了。大家快过来看，王翠芬一家骗婚。骗婚？真的假的？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我当然有证据了，证据就是我手上的彩礼箱。王阿姨，你好心机呀！当着宴会厅这么多人的面，你竟然敢拿白纸冒充现金，你就是想等离婚的时候，让小雨实打实的还你们70万吧？这个婆婆真是黑心，真没天理。这不是空手套白狼吗？可是王阿姨对小雨那么好，什么活都不让她干，怀孕之后更是无微不至的照顾，要什么给什么，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？会不会有什么隐情啊？陈丽莎，你怎么这么确定这箱子里面就是白纸呢？王阿姨，你拿白纸冒充现金，现在证据就在我手上，你就不要再狡辩了。如果这个里面是白纸的话，那我今天又为什么要带彩礼箱过来呢？也是哈，这箱彩礼本来就是为了周家重视小雨才拿过来的。如果真的是白纸的话，那不就自己打自己脸了吗？他刚刚死死抱着彩礼箱，就是认定了我们绝对不会打开。只有我接触过彩礼箱，那你又怎么会知道里面到底是白纸还是现金呢？因为你刚刚装白纸的时候，我刚好路过，我看见了。什么？里面不会真的是白纸吧？现在我的证据就在这个彩礼箱里，你不让我打开，我看你就是心虚。我心虚？陈丽莎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如果箱子打开里面不是白纸的话，那你就是污蔑，我就报警抓你。如果箱子打开里面不是白纸的话，
那你就是污蔑，我就报警抓你。抓我？我手上可是板上钉钉的证据，警察来了要抓也是抓你才对。行吧，那你就打开看看吧。他这么自信，不会里面真的是白纸吧？会吧？要真是白纸的话，那王翠芬这么淡定。这就是王翠芬一家骗婚的证据，你现在嘴硬也没有用。这可是70万人民币呀！是啊，你身为小雨的闺蜜，怎么能在订婚宴上污蔑她的婆婆呢？你是不是嫉妒林小雨嫁得好啊？不对啊，这怎么会是真钱啊？明明是……这里怎么还有一个？难道是他们早就把彩礼箱子调包了？陈丽莎，你大闹我家订婚宴，还诬陷我说用白纸换了70万的彩礼，你果真是小雨的好闺蜜呀！陈丽莎，你大闹我家订婚宴，还诬陷我说用白纸换了70万的彩礼，你果真是小雨的好闺蜜呀！还是你真的想破坏我们婆媳之间的关系？你就是嫉妒人家新娘子嫁得好，才故意来破坏人家的订婚宴吧？还说是闺蜜呢，竟然这么背刺人家！不是，我真的没有说谎。这个王翠芬，她经常苛责小雨，这都是她骗你们的。我要报警！有人寻衅滋事，故意破坏我们家的订婚宴。等等，我看你是怕我拿出你打压儿媳的证据，所以着急报警捂我的嘴巴。陈丽莎这么心有成竹，难道知道什么以前？谁知道你是不是为了逃避惩罚来拖延时间？你说的那些证据我是没看到，但是你诬陷我说用白纸换了那70万的彩礼，大伙可是都看见了。是啊，你说彩礼箱里面都是白纸，结果现在里面全是钱，这你又该怎么解释呢？你跟人家新娘究竟是什么仇什么怨，非得在人家大喜的日子闹事？对呀，就是70万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啊？谁知道你是不是怕被我戳穿，所以临时去取的钱呀？而且我还有别的证据。大家看到了吗？王翠芬送给小雨的纯金手镯是假的。假的？这个手镯其实是金包银来充数的，根本就不是纯金的手镯。这不是王阿姨给小雨的金手镯吗？我想着订婚宴人多，这才跟小雨说今天先用假手镯的。这件事我只告诉了小雨，陈丽莎是怎么知道的？我给小雨的镯子怎么会在你这里？我可是小雨的伴娘，我当然要替她保管财物了。王阿姨，你这么紧张，该不会这个镯子就是假的吧？陈丽莎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大闹我家的订婚宴，还要诬陷我，你真以为我不敢报警啊？你别岔开话题，你送给小雨金包银的手镯怎么了？你是看小雨没有娘家人好欺负是吗？这个镯子就是真的。事到如今你还在狡辩，那我就掰开让大家看看，让大家看看你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。这个镯子要20万，如果掰坏了，你赔吗？这要是真的，可要赔不少钱呢。可要是假的，砸了不就能证明陈丽莎说的是真的？你少在这里虚张声势，你不敢让我验真，不就是证明你做贼心虚吗？哎呀，丽莎，这个镯子是我给小雨的订婚礼，你真不能掰呀！王阿姨，你这么紧张，不敢让我验真，那我就更要让大家看看你到底是怎么欺骗儿媳的。反正你这个手镯不可能是真的。
这个手镯就是假的。陈丽莎，你要不要仔细再看看，真的还是假的？这怎么可能啊？这个就是镯子的发票，真黄金。这个手镯怎么可能是真的？陈丽莎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这是人家的订婚宴，你把人家订婚的金镯子给摘了。是啊，人家心想把你当闺蜜，你却毁了人家订婚宴，究竟是何居心啊？陈丽莎，你作为小雨的好闺蜜，为什么非要咄咄逼人说这个镯子是假的？王翠芬，肯定是你动了什么手脚，这个镯子怎么可能是真的？你这么比，是不是你动了什么手脚？你要再不老实交代，我就送你去警局了。对，报警！报警！把人家订婚宴闹成这样，你别想走。小雨，这难道不是你想看到的吗？还是说上辈子陈丽莎冤枉我，她就不肯帮我澄清，此时倒是护着这个陈丽莎？妈，这怎么回事？你到底在搞什么？嘉豪走了这么久，一回来就不分青红皂白，直接指着我发难。上一世又眼睁睁看着我被冤枉而死，不对劲。嘉豪，丽莎说我们家给的彩礼跟镯子都是假的，钱现在撒了一地，镯子也掰断了，你说怎么办？什么？好了好了，既然新郎已经回来了，还是继续订婚宴仪式吧。是啊，妈，今天最要紧的还是订婚宴，大家都吃好喝好啊。嘉豪平时一碰到钱的事情就跳脚，怎么今天陈丽莎都把手镯掰了，还撒了彩礼钱，她竟然没什么反应？妈，我来就好了。妈，你平时多调理一下。还是小雨你会疼人，比儿子强多了。我和小雨亲如母女，他为什么非要害我？不对，原本婚礼是打算再晚一些，挑个好日子办的。小雨突然怀孕，这才匆匆订婚，难道是孩子有问题？王阿姨，这订婚宴呢都是要敬茶的，您不如上去喝一杯媳妇儿茶呗。你看，这小雨都大着肚子呢，这种环节能免就免。别啊，妈，今天是我和小雨的大喜日子，您多少得给点面子吧。王阿姨，你不愿意上去喝媳妇儿茶，该不会是因为你不待见儿媳吧？他究竟想干什么？王阿姨，这订婚宴每个环节都是有及时的，您这么耽误时间，该不会是因为你对这订婚不满意吧？当然不是了，我媳妇儿小雨敬的茶，我肯定是愿意喝的。王阿姨，你怎么还不接呢？这小雨都端半天了。是啊，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啊？会是对儿媳妇不满意吧？小雨，真的要我喝这杯茶吗？小雨，你别怕，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。小雨，小雨，你别害怕，我已经帮你叫过医生了。妈，你嫌弃小雨是哑巴就直说，为什么要用这种手段毁掉我的订婚宴？你还想害死我和小雨的孩子？那可是你亲孙子啊！对呀，王翠芬，小雨肚子里面怀的可是你的孙子孙女，你竟然敢推她！我看陈丽莎说的那些八成是真的，太恶毒了。太恶毒了！不是我刚才根本就没有碰到那个杯子。众目睽睽之下，你还敢狡辩啊？难不成小雨她宁愿流产也要陷害你啊？妈，小雨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害死我们的孩子？竟然还想栽赃到她身上，你究竟还有没有人性？难不成小雨她宁愿流产也要陷害你啊？妈，小雨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害死我们的孩子？竟然还想栽赃到她身上，你究竟还有没有人性？婆婆，为什么？还问为什么？像她这么恶毒的婆婆，那就应该报警抓起来。果然和上一世一样，他们是合谋串通。嘉豪，
你真的要报警吗？妈，是你太过分了，别怪我。这里有监控，你们可以调下监控，看看到底是我推了小雨，还是有人动了手脚。这里有监控，你们可以调下监控，看看到底是我推了小雨，还是有人动了手脚。妈，调监控太麻烦了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送小雨去医院。对，嘉豪，你刚才不是已经打了急救中心的电话吗？正好趁医生来的这段时间，可以调一下监控。难道你就真的不想知道害小雨流产的真凶到底是谁吗？王阿姨，我觉得嘉豪说的没错啊，现在调监控也没什么用啊，说不定刚刚那件事情是小雨她误会了。误会？那就更应该调监控了，可以解释清楚这个误会。再说了，刚才小雨不是也指向我吗？小雨她一着急，认错的人也不一定啊。阿姨，您就别计较了。我怎么能够不计较？这么大的事情，现在小雨都已经流产了，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掰扯清楚。对呀，你调一下监控不就知道了吗？你们两个刚才一直说我使唤，现在说要调监控了，又百般阻挠，难不成是心里有鬼？服务员，抱歉，这个宴会厅的监控坏了。妈，你看监控都坏了，这事要不就算了吧。监控坏了，那就报警啊！什么？今天这个事情，我就是要查清楚，到底是谁想谋害我的孙子和孙女。阿姨，您就别计较了。我怎么能够不计较？这么大的事情，现在小雨都已经流产了，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掰扯清楚。对呀，你调一下监控不就知道了吗？你们两个刚才一直说我使唤，现在说要调监控了，又百般阻挠，难不成是心里有鬼？服务员，抱歉，这个宴会厅的监控坏了。妈，你看监控都坏了，这事要不就算了吧。监控坏了，那就报警啊！什么？今天这个事情，我就是要查清楚，到底是谁想谋害我的孙子和孙女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想毁了我的订婚宴吗？是啊，阿姨，你冷静一点，今天可是订婚宴的大喜日子，你报警像什么样子啊？我院接到电话，这里孕妇流产，病人在哪里？医生，孕妇在这里。听说孕妇是被推倒流产的，请各位配合调查。不是没报警吗？怎么警察来了？对啊，谁报的警啊？不是说好了不报警的吗？现在医生跟警察都到了，正好给小雨看看。原来王翠芬真的是一个恶婆婆，我们都被她骗了。今天可是他儿子和小雨的订婚宴，居然上台前就在殴打儿媳，你看小雨都被吓成什么样了？妈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你欺负哑巴儿媳是孤儿，没有人给她撑腰，你居然想杀儿媳骗保！陈丽莎，说我杀儿媳骗保，你要有证据的。这个视频还不是证据吗？这视频上的人难道不是你吗？妈，事到如今了，你还在狡辩？从我和小雨在一起，你就开始各种找茬，他究竟哪里得罪你了，让你下这么狠的手？王女士，你有什么解释吗？这还要什么证据啊？你们都不知道，我们小雨呀，她一看见他就害怕，指不定他平时都是怎么虐待小雨的呢。小雨，你别怕啊，以后他没法欺负你。是啊，小雨，你放心吧，警察同志他一定会严惩这个坏女人的。对呀，警察同志，你要把她抓走。对呀，把她抓起来，抓起来！对，别让她走了，赶紧把她抓起来！赶紧把她抓起来！各位，这个视频上根本就没有拍到你，凭什么一口咬定一定是我干的？任何人只要穿上我的衣服，都可以是加害者。比如说你。不是我是小雨最好的朋友，我怎么可能会害她呢？倒是你啊，小雨她一看见你就害怕，我看就是你吧。警察同志，这个女人她有暴力倾向，她想杀人骗保，赶紧把她抓起来。陈丽莎，从今天一直到现在，你一直在我身上添加种种罪名。现在警察同志来了，刚好可以查清楚。妈，你王翠芬，你终于肯承认了。对呀，
我就是一个恶婆婆，说我假彩礼假三金，但是最后这些东西都是真的，是不是？那你是觉得当时瞒不住了，临时换的？又说我用热茶烫伤了儿媳，导致她流产，是不是？这是误会。但是你虐待小雨，想杀人骗保，这些事情有视频为证，铁证如山。没错，我在你的眼里就是一个恶婆婆。这是误会。但是你虐待小雨，想杀人骗保，这些事情有视频为证，铁证如山。没错，我在你的眼里就是一个恶婆婆。从一开始，我用白纸替换了那70万，再之后给了我儿媳一个金包银的手镯，再后来，我用热水烫伤了她，并且导致我儿媳流产。这一件一件所有的事情，检察同志，我知道你们办案一定会调查仔细，这一件又一件的事情，所有加起来，请你们一定要调查清楚，可以还小雨一个公道。他全都承认了，警察同志，快把他抓起来严惩！不行，今天是订婚宴大喜的日子，我看调查这件事情就算了吧。算了，怎么能算了？刚才你可是想说让警察把我抓走。哎呀，妈，这之前都是误会，我是您的亲儿子，你就不能体谅一下？误会？你们两个说我虐待小雨，还说我杀人骗保，怎么？这时候承认是我的亲儿子了？这件事情确实是误会啊，阿姨，你也要为嘉豪他想一想吧。我就是为嘉豪着想，所以才要把事情调查清楚。到底是谁虐待了小雨？又是谁拍了这种视频？这个人总得查出来。哎，李小雨醒了。妈不想让我娶你这个哑巴，更不想让你生下这个孩子。待会儿进查的时候，你可当点心。大家看到没有？小雨的反应现在这么激烈，而且还这么害怕，这件事情不能不查。警察同志，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。不行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都是误会，还是不麻烦你们了。对啊，既然醒了，我们还是继续宴会吧，别再折腾了。那可不行，可千万不能放过了我这个恶婆婆。病人又晕倒了。醒醒啊，小雨！好好一场订婚宴，闹到这个地步，你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？雷小雨，你不惜流产也要害我，我和你这么大的仇吗？还有嘉豪，他为什么要害我？警察是不是叫？是我叫的。你们不是说我杀人骗保吗？那就让警察过来调查清楚，这不如你们所愿吗？那怎么可能呀？您是我妈，这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我就是开玩笑说说气话而已，怎么能看到您坐牢呢？你之前好像不是这么说。妈，这一切都是误会啊！您还是去警局撤销立案吧，这咱自己家里的事儿，闹到警局算怎么回事？家里的事，小雨现在流产，还有那个虐待儿媳的视频，都已经沸沸扬扬闹上新闻了。身为丈夫，不应该调查清楚吗？那当然不是，妈，我是您的儿子，就算您犯了天大的错，我怎么能看着您被警察抓走呢？那可不行，小雨她是你的媳妇儿，而且她现在已经流产，必须让警察调查清楚。爱才女友，但我怎么能看到自己的亲妈遭受牢狱之苦呢？妈，算儿子求您了。不行。既然妈妈坚持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。公司还有事儿，我先回去看看。去吧，小雨这里有我呢。嘉豪看着不太对劲，此前说让警察调查，他就紧张到不行。难道是他？医生，我儿媳怎么样了？
孩子没保住，但好在抢救及时，大人没事，先住院观察2天。那就好，谢谢你啊。王翠芬女士，警察同志，订婚宴上的事情调查怎么样了？还好您提前通知我们备份了宴会厅的相关记录，已经证实并不是您推的林小雨。能调查清楚就好，确实不是我推的。小雨和她闺蜜是不是想要陷害我？为什么这么说？今天的订婚宴上，小雨让我帮她去拿婚鞋，结果在婚鞋里发现了图钉，而那个陈丽莎却怀疑我的3金和彩礼。后来还好我发现了2份，拿的是另外1份，结果又让我上去喝茶。后来小雨流产了，就出现了那段视频，说我杀人骗保。这一系列的事情奇奇怪怪，我觉得是不是他们想要陷害我？陈丽莎的嫌疑现在还无法确定，但您的儿媳林小雨应该没有陷害你。不是小雨，难道？我已经让医生验过伤了，林小雨身上并没有视频中的那些伤，并且有不在场证明。陷害你的人应该另有其人。不是小雨想要陷害我，难道是陈丽莎？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这个目前还没有线索，我们这边如果有进展会再通知你。好。警察同志，请你一定帮我调查清楚，我想知道究竟是谁要陷害我。您放心，我们一定尽力查清楚。你究竟经历了什么？我与你情同母女，你为什么还要用心声来陷害我？又是谁在虐待你？为什么不愿意告诉我呢？如果是陈丽莎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对了，今天去拿彩礼的时候，那份文件，不要相信我的心声，这是小雨写的。小雨，这个呀是妈特地给你订做金镯子，以后啊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婆婆没有害我，是刀的卡太烫了，我自己没拿稳。这个视频是假的，婆婆没有打我。不管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，小雨一直都没有手语指责过我。难道这些心声是假的？小雨，你的心声。小雨，小雨，我来看你了。小雨，我来看你了。要是婆婆能帮我买瓶水就好了。又是假性声，不是小雨想要陷害我。我已经让医生验过伤了，林小雨身上并没有视频中的那些伤。难道假性声是他？既然他忍不住又出手，那正好将计就计。来。王阿姨，你看看小雨刚刚流产，这刚从鬼门关出来，你连口水都不给她喝，你看看她嘴唇都起皮了，你安的什么心啊？婆婆没有对我不好，我去买吧。你给小雨喝的什么东西啊？水啊！什么水啊？这明明就是白酒，到现在还想害小雨，你还真是贼心不死呀你！护士，快走！婆婆没有对我不好。别急，放话不息，别乱动，别乱动！你们给她喝什么？好好照顾她，别给她乱吃东西。你是不是看我让你给小雨买水，你觉得儿媳使唤的婆婆，所以你怀恨在心，你买了酒回来给她喝。小雨才刚刚抢救完，她药效没过，根本就不能喝酒。你就这么确定这里面是酒？当然了，这里面不仅是酒，而且是白酒。你这么肯定里面是白酒，刚才你也没有打开看看啊？既然这样的话，不如你尝一下试试。
我不能喝酒。你为什么不能喝？小雨是刚刚抢救完，不能喝，你怎么不能喝？这跟王阿姨你好像没什么关系吧？既然没有原因的话，喝一口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不喝就是心里有鬼。心里有鬼的是你吧？你到现在还想迫害儿媳你？小雨都躺到病床上，你还想害她？怎么了？这个女人，她给病人喝酒，她想害死儿媳。医生，我买的明明就是水，至于为什么会变成酒，那得问你了。王翠芬，你少血口喷人！不要在医院闹事，大晚上打扰其他病人休息了。这女人真是多管闲事。人家儿媳和婆婆好好的在这里，她突然进来掺了一脚，还敢说人家婆婆有问题？不是的，你们不要被她给骗了。这个女人，她在婚宴上推倒儿媳，害得儿媳流产。哦，她是当事人，她可以作证。小雨，妈相信你。今天的订婚宴上，我听到了你的心声，才会中了别人的奸计。妈知道心声是假的就好，妈从来没有苛待过我，我作证。你们，陈丽莎，你没有证据就胡乱攀我，我看这一切就是你安排的。今天的这一切，不就是证据吗？证据？你所谓的证据没有一个是指向我的，反倒是你。作为一个外人，居然什么事情都知道，还想嫁祸于我，你才是真正的幕后凶手。我就是证人。这是谁呀？好像是阿姨的儿子。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揭露王翠芬长期虐待儿媳的恶行。看来嘉豪确实参与其中。好啊，那你倒说说看，我有什么恶行？妈，当初我和小雨谈恋爱的时候，你明明说会把她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疼着，这才过了多久你就变卦了？你不仅往她的婚鞋里塞图钉，还打算拿白纸充当70万彩礼。更过分的是，你竟然害死了我和小雨的孩子！周家豪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让你一错再错了。妈，你认错吧。只要你真心悔改，大家都会原谅你的。周家豪，你不愧是我的亲生儿子，居然联合外人一起污蔑你妈，我真的是没有白养你呀！王阿姨，你亲儿子都出来作证了，你现在还不肯认罪，你以为狡辩就有用吗？妈，如果你再这么执迷不悟，那就别怪我不顾及母子亲情了。好啊，既然你认定所有一切是我做的，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啊？我那是顾及母子亲情，你是我亲妈，我怎么能看着你被警察抓走呢？那你现在呢？又不顾及母子亲情了？我是忍无可忍了，因为你实在太过分了，你连自己的亲孙子孙女都不放过，简直是罪恶至极。对啊，嘉豪他一片孝心，你就因为自己的贪念，你就害死他的新孩子，有你这样当妈的吗？哼，这会儿不装了？什么不装了？不装成自己是小雨的好闺蜜了，以为自己胜权在握，其实狐狸尾巴都露出来，还当着嘉豪说话。我看是你们两个早就搞到一起了吧？你少血口喷人你！我只不过看嘉豪他可怜，有你这么一个恶毒的亲妈在这儿，所以我仗义直言罢了。我看你仗义直言是假，联手跟嘉豪伤害小雨，诬陷我才是真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诬陷你干什么？小雨是孩子的亲妈，我虐待她？就是啊，我看你就是走投无路，所以胡乱攀养。怎么回事啊？都撕破脸了，这个老婆子的心脏病怎么还没犯啊？这阿姨对儿媳挺好的呀，怎么可能是你说的那种人？谁知道他们是不是瞎编的？不是，你们不知道实情，能不能不要胡说八道啊？我是他亲生儿子，要不是他实在太过分，我能污蔑我亲妈吗？你是我亲儿子，如果你不过分，我怎么会诬陷自己的亲儿子？黄翠芬，你还真是死不悔改！你凭什么说我跟嘉豪陷害你啊？不好意思，要让你们失望了。这一切都是我和小雨商量好的，为的就是要让你们露出马脚。从订婚宴上婚鞋里面放图钉开始，然后又换掉彩礼的箱子，
说我用的是假3金，还故意让小雨摔倒。这每一件事都是你们故意陷害我。你这是在血口喷人！就是啊，嘉豪他是你亲儿子，小雨她也是我最好的闺蜜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为什么？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？还用得着我来说吗？没错就是没错，妈，你再怎么编造也没有用。就是我们两个之间清清白白，你少污蔑我们。清清白白，好。要好好看看吗？看一下，这些是什么？是你和陈丽莎偷情备用手机的聊天记录。你们就是想毁了订婚宴，所以害小雨流产，而且还封了我的心脏病药，就是想让我心脏病复发。老太婆怎么知道我换的药？这不可能，她一定是猜的。妈，我没想到你竟然不念半点亲情，连自己的亲儿子都要污蔑。王罪犯，你要是拿不出证据的话，我就告你诽谤。证据是吗？我有。这个是陈丽莎为我买的人身意外险，而保单的受益人就是周家豪。他们策划了这一切，就是因为周家豪生意亏损，欠一大笔钱，需要来填补这个窟窿。而陈丽莎因为常年被周家豪包养，过惯了奢侈的生活，竟然想用这种方式来骗保，简直不是啊！连自己亲妈都这样算计。这个陈丽莎是儿媳的闺蜜吧？有这种闺蜜也太惨了。丽莎明明说只要妈生气住院，就会把家里存款都交给我保管，怎么会有保险？你们别听他胡说，这份协议是假的，是他王翠芬，他才想杀死儿媳骗保。妈，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跟陈丽莎以前根本就不认识，怎么可能在一起谋划这些事？为了给自己开脱，你连自己亲儿子都害，你也太恶毒了吧你！不是他说的那样，婆婆没有在害我。你看，小雨她都说了，小雨她根本就不知道你这些阴谋。老爸，你别怕，有我在这保护你，他不敢对你怎么样。这两个人在说谎，大家别信他们。你们到现在为止还想颠倒黑白？清者自清，王翠芬，小雨都已经被你吓成这个样子了，你还有人性吗你？妈，你到底要怎么样呀？我求你了，悔改吧。这堆狗男女在骗人，我婆婆是无辜的。周家豪，我早就想让小雨来揭穿你，但是他一直跟我说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我真是没想到，你为了这个女人能够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你还有什么话想说？你别听他乱说，这一切都不是真的。是啊，我怎么可能算计我妈呢？肯定是他跟小雨勾结，诬陷我们。还装呢？刚才还一直说儿媳被老妈虐待，现在儿媳出来自证清白，还有什么好抵赖的？不就是欺负自己媳妇是哑巴吗？还真够恶心的。你们别信他们说的话。我妈她就不是什么好人呐！演够了没有？现在没有人再会相信你们颠倒黑白的鬼话，我都懒得花时间跟你们废话。王翠芬，你说这么多，不会就是想抓我们吧？我劝你最好不要这样做。我现在可是怀了你们周家唯一的孙子。小雨，我们这么多年的好朋友，你也不忍心看我坐牢吧？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朋友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凭什么我比你年轻貌美，你就能跟嘉豪在一起啊？王翠芬，他肚子里的孩子已经流掉了，现在我肚子里面才是你们周家唯一的种。你也不想孩子一出生，爸妈就都在牢里吧？我不在乎，因为我已经没有周家豪这个儿子了。妈，我可是你亲儿子。王翠芬，你连你亲孙子都不要了？我没有你这么恶毒的儿子。从今往后，
小雨才是我的孩子。妈，你怎么这么狠毒啊？狠毒？你诬陷我、冤枉我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狠毒啊？朱家豪、陈丽莎，你们涉嫌故意伤害，跟我走一趟。我没有，都是这个女人嫁祸给我们的，我没有。保险公司的记录已经调了过来，给王翠芬买保险的正是你们2个人。订婚宴上的监控记录也早已恢复，你们在婚鞋里放图钉，还调换后台彩礼箱子。最后，陈丽莎还穿着王翠芬的衣服假冒她，拍了视频陷害王翠芬。对，我可以作证，就是他们虐待我，还伪造了新生，欺骗我婆婆。什么伪造新生啊？这么玄乎的事情，这种莫须有的罪名，我不认。狡辩也没有用。陈丽莎衣服所用香薰，化验结果已经出来，该香薰自带催眠效果，导致王翠芬听到林小雨的假心声，从而离间，误导他们。家豪，我不想坐牢，你快想想办法。妈，你快帮我作证，跟他说我没有，你告诉他们我没有啊！我说过，不是你妈，等着牢底坐穿吧。小雨，妈最疼你了，你快帮我求求妈！王阿姨，王阿姨，你行行好，你就撤诉吧。你也不想你的孙子一出生，他爸爸妈妈就在牢里吧？你想想孩子，想想孩子吧。陈丽莎，都怪你这个贱人！要不是因为你勾引我，我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妈，小雨，我这就替你们教训他，帮你们出口气。别动！贱人，都怪你，都怪你！妈，小雨，原谅我吧，我知道错了。周家豪和陈丽莎锒铛入狱，之前的种种恶行都被揭露，数罪并罚，2人都判了10年。怎么样，医生？他现在的情况已经好很多了。医生，林小雨呢？他刚刚办出院走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都不跟我说一声。哦，对了，他让我给您带句话。林小雨说她已经不是您的儿媳了，再接受您的照顾不好意思，所以直接走了。她是个孤儿，又不会说话，这么出去肯定会被别人欺负的。不行，我得去找她。都是我不好，没有早点把家豪做的事情告诉你，害你受苦了。小雨，不管周家豪怎么样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妈妈，我们始终都是一家人。